这样的话，我可能真的要叫杰哥直接跳出来打1号，或者你就要叫一个洋将进来打1号，你们要吗？那我们的1号位全部都不用上。我总不可能永远在私底下跟你们好好讲的结果没有办法。教练如果点到你，我当时叫你上去就是信任，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给承担下来，上了场上把那个责任扛起来，责任扛起来，你才配得起你当职业球员。好，来，加油！下礼拜还要进来。林书豪高打板，难度很高，结果被守下来了。勇士队把节奏带快，蓝洋小跑车从外围射出了火箭炮。哇，这里真的没办法哦，打到第3节已经快要结束哦，他们的3分球命中率还可以维持在50%哦。DJ 切左侧。再往外交，周桂宇第2次的突破，左手打板球进。这2个人今天真的打太棒了哦！国王队3节打完75比90，落后给卫冕军台北富邦勇士。林书豪马上还以颜色，好火球是一颗接着一颗喷啊，查克拉无限。这是一个想要稳，但是教练他们可能也不希望我们慢下来，就是有快攻就打快攻。可是我们会变成说，我们不想输，所以处理球来会比较谨慎小心，就变得放不开，然后我们就变得绑手绑脚，就不再像是我们。因为他们想要去追分嘛，所以防守强度一上来的时候，让我们太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对方，那反而造成更多的反效果。气势导向他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反而忘记我们最基本该做的事情。林书豪在底线又爬起来，再来一记3分球。地板给球，同里米球躲在修红人的 Manigo， 在人堆当中又跑进新北耶诞城了，结果最后以失误收场。林志杰飞身上篮，林书豪拿到球就出手，哇，这真的是一个人来救全队了，9颗3分球了。好，这是一个失误。而且他的眼神告诉塞瑟夫，这是我的城堡。哇，这已经决定是要扣的啦。对，只是不管小夫有没有过来，他就硬是要把球塞进去。哇，这球又超的，2个人超起来，碰到1个球权的距离，1分差。今年的状况，因为我们第3节不管赢多少，第4节大家上去的时候都有点犹豫，然后甚至是不敢处理球，只想把球丢给某几个特定的球员。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每个队都知道，所以研究我们研究得非常好，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不过突然间出现一个回场啊，对，这球有可能会成为气势的转捩点。没错。控球这个环节比较混乱吧，因为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嘛。永生在下半场是完全没有打，可是他在关键时刻被换上来，然后接连的2个失误，那对士气是非常伤的。我觉得张宗宪没打也对于在控球或是这种关键时刻的经验上面有所欠缺，然后导致说在第4节发生了11个失误，然后最终是被大比分的逆转。陈廷照在做转移，球超走，那这场比赛要正式的告一段落了。中场国王队111比106送给了富邦勇士败仗。全场跟我们一起新北国王，新北，新北。
好，那这周还在打的是国王，第3场。对，这是去年前面4场连输了4场。那去年的第2场其实跟今年这场很像，我们最多领先到17分，然后最后大概输了15分。所以，最后想要讲的事情是这样，其实网络上或是什么，反正就是到处啦，99%人都在骂永生。99%人，大家都自己讲，就直接讲。但是我不觉得这是永胜一个人的问题，去年他不在嘛，没错吧？我们去年前面4场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全部人共同的问题，这不是某一个人或是特定几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全部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好，4节48分钟都做得好，那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些领先带到。发生失误嘛，然后其实就是自己也很自责，然后其实身为一个职业球员，就是本身就要做好自己所有的准备吧。因为自己打到1号位嘛，然后自己问题当然还是比较大，因为其实自己来到这团队也一阵子了，然后。希望自己再更加融入团队吧，然后不管是自己还是跟队友的配合，要更快的融入这样。我觉得就是自己还要去多学习吧，然后希望上次的错误可以变成下次的养分，然后让自己更加进步，然后帮助到球队这样。这里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意识到我们失误的严重性。因为有人在捡那个新竹工程师那一场，韦浩在捡国王那一场，最后就是失误惹的祸。不管是出手不该出手，就是该出手你不出手，3打2当中没有处理好，然后再来就是失误球。如果是我可能我自己失误，我就下去五下不理。我对我自己负责任，因为我一直在失误，我要提醒我自己，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目前看到很多人失误就算了，然后下次不会，你下次还是在犯。前阵子就是因为流感嘛，那就是发烧蛮多天的，那现在身体有越来越好。这次来到日本其实蛮期待的，因为有在。就是网络的比赛有看过 B 利的比赛嘛，那就是有看到千叶喷射机的主场，那就是蛮期待可以就是去到他们主场这样比赛这样。巴尔菲特看起来要在左边这边打个 two man game， 但是没有成功。石门再把球救回来，曾祥军现在上来了。现在简廷照出手空档没进，对，现在其实要想办法把握住这些得来不易的空档。尽管命中率并不好，但是富邦还是把比分给咬住。是，那防守端呢，至少在整个防守篮板的保护上，富邦做得还不错。对，所以没有大量的失分哦。哇，才讲完而已。就是我应该讲。他们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球员跳出来。篮板球我们也大幅落后54比41个，所以不管是篮板，不管是3分，我们都没办法守好。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进攻啊，也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投进球。这场比赛千叶喷射机4节的得分，通通压过了富邦勇士。助攻的一个更正之后呢，是21对5。千叶喷射机，它就是日本职篮总冠军级别的球队，他们靠的并不只是2名洋将，本土球员的能力。土洋之间的搭配，还有他们整个团体的作战。巴尔菲特他的进攻没有问题，个人能力没有问题，可是富邦的团队打不出来。是，巴尔菲特杀过来了，进算吗 ？F1。我觉得我们今年打这个比赛最困难的点是，大家都知道我们3个资深的球员在客场他不会随队，然后再加上东超的时候我们又会用 Sergio， 所以是一样很多不同的组合。虽然我们就是富邦勇士篮球队，可是有太多的元素
不同的元素全部掺杂在一起。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有的 Sergio 似乎情度本土都没有办法跟他做很好的配合，大家都在看他打球，把球传给他以后都在看，然后变成说没有办法乱起来。今天上去只有打的本土比较好，可能是小博，因为他就是勇于挑战篮筐，不会去想太多。陈范博彦突破底线上篮，擦板得分。自己也没有想太多，在进攻上面，反而是在防守上会特别去注意教练要我们去专注守的那一个人。对，那进攻就没有太多的想法。对，那是自己的机会就进攻啊，就出手。打到东超，毕竟你算是有3个洋将，所以原本发挥的空间会比在 Plus D 还小。然后再加上对手的防守强度跟能力又比国内联赛高，所以导致他们进攻不是那么吃力。可是现阶段再回到台湾或回到 Plus D 的话，我觉得反而他们会因为强度的降低而更有自信去做一些攻击的展现。所以我觉得对年轻球员来讲是好事。2023年最后一天，让我们用精彩的篮球赛一起来跨年。Plus D 第4季例行赛的现场直播，由新北国王在主场新庄体育馆迎战的对手是双北大战的台北富邦勇士。林兆在外围来一个3分球。从东超回来的比赛就处于一个连败的状况下，大家都想要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那上次我们在这边跌倒，我们想要在这边爬起来。不停的交叉，林兆，这球会给 N1 吗？边线裁判给了 N1， 再给到张文平，这是篮底下机会把握住了。张文平接到球后直接出手，这一次 Keep everything simple and relax as much as possible. 塞瑟夫还露面传进去，另外一边张文平的空档，再来一个，很久啊，等超级久啦，哇，已经投进了2颗3分了。The bench is behind you, even if I miss, it's always behind you that give me that power to like keep going and want to just run through the wall for them. 强森专门投花式的，哇，这球又是一个 N1。这边换桂宇来尝试一颗，这一来一往啊，分数稍微被富邦勇士给拉开。我觉得所以富邦这几场面对到国王的进攻真的问题都不大，又来了吗？哇，这个失误，双方啊现在来到了双位数的差距，4-3。I think for us it's just about just continuing to do the same things that we've always done. And a lot of these games, not like we haven't played well. Kings game, we were up 15 points. Pioneers game, I think we were up 12. And we're playing well. We just have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ur biggest issue right now is when another team seems to get some momentum, instead of continuing to do what we've done all game, we start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I think that's some of our biggest issues right now,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can fix easily. 范尼高外围再来尝试，感觉出手受到了影响。前面快攻曾祥军，也被林书豪的防守硬上，打了林书豪的一个净算加罚。伊波卡这边是一个第一时间的双手扣篮。而在这场双北大战的跨年大战打完前3节，富邦勇士84-70，手握14分领先。这一次能守住他们的优势吗？稍后来看决胜第4节的比赛。很熟悉，感觉这个状况又再一次，那自己想要去突破，做出一些改变，就是不要再靠 Mike 或是杰哥他们。再做一个配合。夹挡之后，我们选择传球让 TJ 自己跳投。知道他真的在今天的攻击把握度很高哦。对，这个距离很远，书豪的3分尝试，哇！难道剧情又会重演吗？这里发生裁线违例，苏伟这个抛投要到了 N1， 怎么有种历史总是这么熟悉的感觉？哇，那个味道！自己不要乱啊！哎 ，OK， 我已经基本要相信自己。哎，我一定要没关系，嗨拜，志杰非常简又哲的防守，后撤步来一个long two 2分球。
篮底下辛特利，勇士的节奏不能被带着走哦。强森球被拨掉，发现了失误，现在是新美国王的追分时机。外围曼尼高的3分出手弹框而出，追分就差一口气啊！简廷照节奏慢下来，这个插板没有投进。前面林书伟来挑战张文平上篮得分，现在让台北富邦勇士必须再喊一个暂停，来挡住新北国王的反攻。哇，这个第4节勇士虽然领先啊，但打得好像很紧张啊。他们不想要放慢，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拿捏上好像还不是那么适当。所以当你小的要攻，拿下篮板，外攻上篮，不要乱传。不要再 focus 一点啊！ focus， 强森的挡人，再往篮底下角，强森的双手扣篮，为台北富邦勇士成功止血。李凯燕过底线进来再找队友，但发生了失误。前面是林志杰的快攻，对上林书豪往回传，对上辛特利，打了林书豪一个 N1。哇！往里面交的时候，球被拨掉，前面有多打少的机会，3个打2个，踩下曼尼高，给到外围林书豪，这边是个看框的机会，3分球来了，新北国王重新回到这场比赛，91比96。真的就是失误被转换攻击，失误被转换攻击。对，哇，难得林书豪这场比赛有一个舒服的出手机会啊！简廷照拉杆上篮得分，重新再把这个气势压了过去。数据上面是3次失误，然后我自己的正负分是负7，做的没有很完美，但是我觉得一直在进步。2023最后一天，那还可以持续进步，觉得2024会更好。来，要交给主力球员来解决篮底下强森这个双手扣篮，是被台北富邦勇士买了一个重要的保险。I think we stay together the whole way, and every time, even if they had like a run, we didn't panic. We just stay together and stay poised. It helped us like stay solid and not collapse and crumble. 在这个新年大战，富邦勇士啊是挺过了新北国王的反扑，最后的比数104比96。敲到了，好刺激哦！可以放2天假吗？最后一年希望。